你是叫谭宇吗？楚风问。见直接说出他的名字，男子先是一愣，这才点头，是。大人是怎么知道的？是赵斐告诉我的。楚风直言不讳，而赵斐便是那个告诉楚风有关谭家所有人住址的老者。关于这个地址的主人，名字就叫谭宇。楚风来之前以为这个谭宇会是谭家一个小家族的族长，但来到后看到这个场景，楚风觉得和这个谭宇不是眼前男子，便是眼前男子父亲了。原来大人认识赵前辈。男子恍然大悟，似乎已经明白为何楚风能够找到他了。正是他告诉我你的住址。楚风道，难怪大人会找到我，虽我与谭家已无关系，但还是感谢大人传递这个消息。只是我较为贫困，我这里没有什么可以招待两位大人的，若是两位大人不介意，饮杯茶再走吧。谭宇话罢，便去走向药罐。原来在药罐的火堆上不仅熬着药，还煮着一壶茶，那是他自己采的茶叶，虽不名贵，但却茶香宜人，尤其浑浊着药的味道，倒是别有一番滋味。楚风感觉这谭宇虽然没了修为，但却有些胆识，且有些礼数，印象不错。于是楚风也是与紫菱落座后，饮了一口茶后，才问，你熬的药是因为你的伤吗？楚风问，倒不是什么伤，而是救急。谭宇道，你这个药应该是止痛的，但效果应该不怎么好。楚风说道，我这病不好医治，这个药还是赵前辈指点的，相比其他已是效果不错了，不然。话到此处，谭宇苦笑，我可能都不会活到今日，所以你才住在这里。楚风通过观察药罐，便确定药罐内的药皆来自这片森林，并且这片森林草药虽多，但却并没有凶兽，倒适合谭宇这种无修为之人久居。说起来还是要多谢赵前辈，是他帮我清理掉了这片森林的妖兽。谭宇感叹，我给你一个药，你试试。楚风说话间便摊开手掌，随后一股磅礴的结界之力汇集而出，但又很快汇集在掌心之上。这一刻，谭宇顿时眼前一亮，他感受不到楚风结界之术的具体修为，但却能够感受到楚风结界之术的强大。最主要的是，在他的目光下，能够看到磅礴的结界之力凝聚在掌心之中，汇集成一座强大的阵法。楚风只是一个眼神，熬制火焰的一小团火焰便飞入楚风的阵法。明明只是一小团普通的火焰，可落入楚风的阵法之中，却产生了质的变化。那火焰极其狂暴，也就是还在阵法之内，若是此刻脱离阵法，那火焰恐怕可以顷刻之间便将这整片森林焚灭。紧接着，楚风又自乾坤袋内取出几颗草药，依次丢入阵法之中。那草药无一例外皆是散发微光，药香之气只是闻到便令人精神振奋，好厉害！谭宇不由感叹出声，他知道如此强大的结界之术掌控力非常人可畏，而楚风随手就拿出的草药更是价值不菲。不过眨眼的功夫，阵法散去，100颗丹药浮现而出，飘向谭宇，你先服一颗试试。楚风道，多谢大人。谭宇并未犹豫，直接吞服而下。他不傻，看得出来楚风炼制的丹药定然有用。果然，服下之后，他眼眸瞪得更大。大人，您这丹药太灵了，多年来无法医治的病痛不仅散去，竟还感觉浑身畅快。我又能感受到天地能量了。谭宇激动的眼泪夺眶而出，所以是何人所为？楚风问。听闻此话，谭宇一愣，大人看得出我这伤，但很快又苦笑一声，是在笑自己愚蠢。楚风能够炼制出如此丹药，又怎么会看不穿他的伤？我与谭家那位前辈有些交情，曾答应他要关照谭家，此次前往谭家不过是想要见见那位前辈，不曾想谭家发生如此事情。虽说谭家被灭，那位前辈也不在了，但你终究是谭家之人，若是可以，我也许能够为你报这个仇。楚风说道。他自然看出谭宇本是修武之人，是丹田被剥离体内才变成了普通人，他的伤痛也是丹田被剥离的后遗症罢了。多谢大人，只是我们这一脉是被谭家驱逐出来的，我真的不算是谭家人。谭宇道，我说你算，你便算。楚风道。听闻此话，谭宇望着楚风短暂出神，随后抿了抿嘴唇，看得出他十分感动。他曾体会世界的人情冷暖，如楚风这样修为的陌生人愿意搭理他已是恩赐，竟愿帮他报仇，更是超出他的想象。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他报仇的唯一机会，可最终还是摇了摇头。大人心善，世间少有，小人真的万分感激，只是我已落得如此下场，不想再连累其他人。谭宇道，莫非是坐镇一方的庞然大物？楚风意识到害得谭宇如此境地的应该很不简单，不然谭宇不会如此忌惮。谭宇点头，是何方势力？楚风又问。日月宗。谭宇道，日月宗没听闻过呀。楚风道，你就直说，这日月宗最强修为者是何境界吧？楚风又道，宗主是7品半神，但宗内有位太上长老，具体修为我不知道，但传闻已接近半神巅峰。谭宇道，不是，刚才我的结界之术你看得那么入神，你是啥也没感受到？楚风问。感受？谭宇起初有些发懵，可聪明的他很快想通了楚风的话，连双眼都变得明亮起来。大人，难道半神巅峰你也不惧？半神巅峰我应该能对付。楚风道。听闻此话，扑通一声，谭宇直接跪在了楚风面前，还请大人为我报仇。谭宇一边跪地一边磕头，磕得十分用力。先别急着跪，先告诉我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楚风将谭宇搀扶而起，随后经过谭宇的讲述，楚风也是知道了事情的经过。说到谭宇这一脉，还是他爷爷那一代，与赵斐相识，也是他爷爷那一代，犯下大错，被谭家驱逐了出来，所以才来到了这方世界。赵斐因与其爷爷有些交情，就算谭家针对，倒也是会私下来往。赵斐与他们一家的走动还算密切，只不过都是秘密走动，谭家并不知晓。不过后来却发生了变故。